1300多年前，长安城里发生过一件怪事。玄奘法师历经千辛万苦，从西天取回了佛骨舍利。那一天，全城万人空巷，皇帝亲自出城迎接，文武百官穿着朝服，乌压压地跪了一地。老百姓呢，那更是挤得头破血流，大家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就为了看一眼这颗传说中能满足一切愿望，能保佑全家升官发财的无上圣物。可就在所有人都顶礼膜拜，恨不得把头磕出血来的时候，人群里突然走出来一位来自天竺的年迈高僧，名叫达摩基多。这位老和尚穿着一身破旧的僧衣，满脸的沧桑。他看了一眼那供奉在金碧辉煌车架上的舍利，当着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颗舍利子一文不值。这话一出，当时在场的人全都炸了锅了。大家都想，这可是玄奘法师拼了老命请回来的圣物，是我们老祖宗盼了多少年才盼来的珍宝贝，怎么会一文不值呢？这不是来砸场子的吗？皇帝顿时龙颜大怒，一拍扶手，立马叫金甲武士过来，要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和尚拉出去砍头。可老和尚却不慌不忙，他接着说了一句话，让在场所有的人，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帝，瞬间全都哑口无言。他说，真正的舍利子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你们不求自己心里的，反而去求别人的，这不是本末倒置南辕北辙吗？老朋友们，你们今天听我讲这段公案，千万别把它当成个热闹的评述来听。其实啊，老和尚根本没有故弄玄虚，印光大师也把这个道理给说得透透的。他怎么说的？他说，言舍利者，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非炼精气神所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们，就是明明白白的敲打咱们。别以为舍利子是什么神仙法术，炼丹炉里炼出来的奇观，它根本就不是靠什么奇门遁甲、看风水摆阵法搞出来的。那这发光发亮的舍利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大师说了，那是修行人靠着戒定慧这三个字的道理，心与道合，日积月累，在红尘里一点一滴结成的。一听到戒定慧，很多人就头大了，觉得哎呀难诗啊，这两个字太玄乎了，听不懂。我今天就用最直白的大白话给你们翻译一下，哪怕是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听得明明白白。什么叫戒？戒不是让你拿根绳子把自己绑起来，而是让你管住自己的那张嘴，管住自己的那双手。不该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把那股邪火给硬生生压下去。不该你贪的便宜，比如超市里多找了你2块钱，你别揣兜里偷着乐。儿女成家立业了，不该你管的闲事，你少去指手画脚，这就叫戒。什么叫定？定就是让你遇到烂事的时候别着急上火，出门买菜钱包丢了，别站在大街上拍着大腿骂街。遇到儿女不听话，孙子考试不及格的时候，你心里那盆水别乱晃，稳得住，不焦躁，这就叫定。那什么又是慧呢？就是当你把那股子定力慢慢养出来了，你看事情的眼光就通透了。你不会再为了隔壁老李买了个大房子，亲戚家儿子考了个好大学，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儿，整宿地嫉妒的睡不着觉，把自己折磨得高血压犯了，也把家里人折磨得大气不敢出。这3个字加起来，揉碎在你的每一天里，就是在你的心里接那颗最耀眼的舍利。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舍利子
他从来就不是那些住在深山老林里高僧大德的专属品。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老太太，我不认识几个字，我连金刚经心经都念不通顺，我也没穿过袈裟，我就天天在菜市场为了几毛钱的葱蒜跟小贩讨价还价，天天在家里围着孙子的尿布转，在厨房里切冬瓜煮豆腐，我哪有那个福气和资格去谈什么舍利子？对不起，你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哪怕你就是在家里做饭带孩子，哪怕你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地鸡毛，只要你懂了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其中的关窍，你照样能在这个乱糟糟吵闹闹的红尘世俗里修出绝顶的福报，修出你自己那颗光芒万丈的舍利子。我常看咱们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天天跑道场，初一十五必去烧头炷香，功德箱里塞钱从来不心疼，遇到点什么事就跑去求菩萨保佑，求大师看风水。可是你想想看，你每天跑出去求了一身的好风水好福报，可你回到家是怎么干的？一推开门，看见儿媳妇买了个快递，脸色吧嗒就掉下来了。吃顿饭的功夫，能把老伴挑剔得一无是处，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那张嘴巴就不饶人，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地往外喷怨气。老天爷好不容易给你攒的那点福气，全顺着你的暴脾气和你这张没有遮拦的嘴巴漏得一干二净了。你以为你在积福，其实你每天都在像个破了底的漏桶一样漏福啊！家里整天乌烟瘴气，哪里还能结得出福报的舍利子呢？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间，在这柴米油盐的凡俗日子里，其实有4种普通人，只要照着做，根本不用往深山里跑，就在这人世间的人情世故里，就能修出不可思议的福气、定力和转危为安的智慧。到底是哪4种人呢？咱们先来说说这第一种，能在这红尘俗世里修出大福报，结出自己那颗舍利子的究竟是什么人？我告诉你们，就是那种不向外盲目瞎求，懂得回光返照的人。大家一听回光返照这4个字，可能心里马上要犯嘀咕了。哎呀，南师啊，这不是说人快要不行了，临死前精神突然好一下的意思吗？你们要晓得，在咱们老祖宗的学问里，这4个字最开始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什么是回光？就是把你那双天天盯着别人看，盯着外面看，盯着金钱名利看的眼睛收回来，往自己的心里看，把你心里的那束光照在自己身上。佛法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的心里本来就有一颗无价的宝藏，那就是你清清净净的本性，咱们叫它自性舍利。可是大家可悲啊，可怜啊，明明自己家里藏着金山银山，偏偏要端着个破碗，天天跑到外面去要饭，遇到点什么事不问自己的心，全去问外面的菩萨，求外面的大师，甚至花大价钱买个什么摆件，指望着他能改变家里的风水，这就是向外持求。你想想看，咱们身边是不是多的是这样的人？我给你们讲个明明白白的例子，就发生在我们现代的家庭里头。就说有个老太太吧，天天往各种道场跑，初一十五风雨无阻，必去烧头炷香，功德箱里塞钱从来不心疼。她在菩萨面前磕头的时候，那个虔诚啊，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我家儿子升官发财，保佑我孙子考上重点学校，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可是他一回到家，这戏码全变了。一推开门，
看见儿媳妇买了个快递包裹放在客厅沙发上，他心里那股无名火蹭地一下就冒到头顶了，张嘴就骂：哎呦，天天就知道乱花钱，买些没用的破烂，一点都不知道心疼我儿子，在外面挣钱多辛苦。转头一进厨房，看见儿子中午洗的碗没洗干净，边缘上还沾着点油星子，他又开始念叨：我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到老了还要伺候你们这一大家子白眼狼，一点活都干不好。等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小孙子稍微挑个食，不爱吃那口青菜，他一筷子就敲在桌子上，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你们想想看，这个家还能带吗？儿媳妇满腹委屈，儿子两头受气，整个家里乌烟瘴气，天天像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一样。这位老太太自己还觉得委屈的不得了，整天跑出去找老姐妹哭诉：我起早贪黑去庙里给他们求福报，这满天神佛怎么就不显灵呢？怎么就不保佑我们家发大财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他怎么可能求得到福报？他去求菩萨保佑发财，那是贪心，是向外求。他一回家就发脾气，看谁都不顺眼，那是嗔心，是造恶业。他就算在庙里积攒了那么芝麻大点的一丁点福报，也全在家里，被他那张不饶人的嘴，那个像刺猬一样的暴脾气给漏得干干净净了。他以为他在修行，其实他是在家里当活阎王啊，心外求法，这就是走错了路。你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别说风水了，连人都待不住，这叫家门不幸，还谈什么家运？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人，这才是真正在生活里修行的明白人。有个退休的老头子，早年也是个火爆脾气，在单位里当个小领导，管人管习惯了，回到家也总觉得儿子不管做什么都不对自己的胃口，天天想指手画脚。儿子买辆车，他嫌颜色难看；儿子找个工作，他嫌不够稳定。后来儿子受不了了，干脆躲着他，过年过节都不怎么愿意回来。老头子心里苦闷啊，气得整宿睡不着觉。但有一天他突然醒悟了，他明白了回光返照的道理，他不再去管儿子怎么干活怎么花钱了，因为他知道那是儿子的因果，他管不了也替不了。他开始把心思收回到自己身上，早晨起来扫地的时候，他就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心烦事，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扫把，一扫帚一扫帚的把灰尘扫进簸箕里。他心里想的是，我这不是在扫地，我是在扫我心里的烦恼，我是在扫我对儿女的控制欲。下午闲着没事，他给自己泡一杯粗茶，水烧开了，壶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他把热水冲进茶杯里，眼睛就静静地看着那几片茶叶在杯子里上下翻滚，最后慢慢地沉到杯底。他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喝茶，不看手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不想过往的恩怨，也不去瞎操心明天的死活。这时候他老婆在旁边唠叨两句，抱怨菜市场的大葱又涨价了。他也不像以前那样不耐烦地顶嘴了，只是笑眯眯地听着，点点头，说一句是啊，都不容易。嘿，你们猜怎么着？当他不再天天盯着儿子挑刺，不再天天向外抱怨的时候，他自己的那颗心先定下来了。他坐在客厅里，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是平和的，是安宁的。他家里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彻底消失了。几个月后，儿子周末试探着回来吃顿饭，发现老爸不发火了，不指手画脚了，吃完饭反而还会乐呵呵的
招呼自己坐下来一起喝杯茶。慢慢的，儿子也愿意回家了，甚至遇到生意上的烦心事，也愿意主动坐下来跟老父亲倒倒苦水，聊两句了。我告诉你们，这就叫修出了自性舍利。这位老头子，他没有去跑深山老林，也没有花1分钱去买什么镇宅的风水阵法，他只是在喝茶。扫地的时候，把那颗向外乱跑想控制别人的心给硬生生地收了回来，放下了对儿女的控制欲，家和万事兴。这就是在这粗茶淡饭里头点亮了自己心中最亮的那颗舍利子。老朋友们，你们好好问问自己，你是不是也总觉得儿女不听话？是不是也总觉得这个社会对不住你？天天在外面逢人就抱怨，媳妇不好，女婿不行，老伴没用。只要你的眼睛还在死死盯着别人的缺点，只要你还在指望别人改变来顺你的心意，你的这颗心就永远在流浪，永远是个叫花子。把目光收回来吧，别再向外瞎折腾了。当你不再去苛求外面的世界，当你懂得安抚自己这颗焦躁的心，遇到事情能先稳住自己的脾气，这就叫回光返照。你只要能迈出这一步，你就在开始擦亮你生命里那一颗本质具足的无价宝藏，你就迈出了改写自己晚年命运、稳住全家风水的第一步。可是啊，人活在这世上，光是你自己关起门来喝茶扫地，把脾气收住了就行了吗？这红尘世俗哪有那么清净啊？你在这边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可外面总有那些不讲理的人找上门来，总有那些躲不开的烂事糊到你脸上。遇到儿女不仅不孝顺，还来啃老；遇到亲戚借了钱死活不还；遇到邻里之间故意找茬欺负你，你心里的火还能压得住吗？你这颗刚结出来的舍利子会不会被人一棒子就给打得粉碎呢？这个时候咱们就得看看这第二种人了。面对这避无可避的委屈和烂事，这第二种人到底是怎么转念，怎么逆天改命的？咱们接着往下看。你在家里做得好好的，不去招惹是非，可这祸有时候他就自己从天降下来了。咱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想想看，亲戚借了你的养老钱，到了日子死活不还，你上门去要，他反咬一口骂你无情无义。楼上的邻居天天半夜砸地板，你上去好好沟通，人家指着你鼻子骂你多管闲事。甚至你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你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女不仅不体谅你，还变着法儿的啃老，榨干你的棺材本，稍微不顺心就给你甩脸子看。这第二种人懂得一个最高级的法门，叫做把烂事当成逆增上缘。在吃亏受气里修忍辱。什么是逆增上缘？大家别觉得这词儿听着玄乎，佛法讲得很清楚。顺境里头你是修不出大福报的，因为那叫享福，享福就是消福。真正能让你脱胎换骨，把你身上的那些霉气、病气、业障大把大把往下消的，全都是这些逆境，全都是这些恶心你的烂事。咱们讲个最常见的例子，大家肯定都遇到过。你当年心软，借了10万块钱给一个远房侄子做生意，现在你老了，生病急着用钱，去管他要，好嘛？他不仅1分钱不给，还跑到亲戚群里到处败坏你的名声，说你为老不尊，逼死晚辈。你气不气？要是换了普通人，肯定天天去他家门口骂街，最后钱没要回来，自己气出了心梗、脑梗，直接进了医院的抢救室。这叫什么？
这叫人财两空，不仅丢了钱，还把命搭进去了。但要是这第二种明白人呢，他心里哪怕再疼，他懂得转念，他会想，哎呀，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世上的账没有一笔是无缘无故的，这笔钱说不定就是我上辈子或者前几世欠他的，今天他昧了我的钱，还当众骂了我，这叫连本带利把我的欠债给一笔勾销了，我还清了。你想想看，你只要在心里这么一转念，当成是在还债，你那股子恨不得杀人的火气，是不是瞬间就泄了一大半呢？很多人听到这里，肯定要拍着大腿骂我了。南师啊，你这不是教我们当缩头乌龟，当窝囊废吗？凭什么我们老实人就要受欺负？凭什么坏人就能得逞？你们要晓得，咱们老祖宗常说一句话，叫吃亏是福。这句话真不是那些穷酸秀才编出来自我安慰的阿 Q 精神，这是天地间最深不可测的因果规律啊！当别人欺负你、占你便宜、诽谤你的时候，他表面上看起来是赢了，占了上风了，可是实际上呢，他在无形之中把他自己身上积攒的福报，他家里的好风水，统统打包转移到了你的身上，这就叫损福消灾。你吃了1万块钱的亏，老天爷就在无形中给你挡了一场本该要命的大病，或者给你的儿孙安排了一条贵人相助的好路。你如果当场睚眦必报的怼回去，甚至打赢了，对不起，这笔账平了，福报你也拿不到了。咱们再往深了说家里头那些扯不清的烂账，就说有个老太太天天起早贪黑的伺候儿媳妇坐月子带孙子，出钱又出力，把退休金全搭进去了。结果儿媳妇不仅不领情，还逢人就抱怨婆婆抠门，做饭难吃，不讲卫生。老太太委屈的直掉眼泪，觉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天天在家里摔锅打碗。如果你是这第二种人，你怎么修？你就得把这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当成是来度你的活菩萨。佛法里管这叫修忍辱。你一边在厨房里切着冬瓜豆腐，一边心里明劲儿似的，他埋怨我，是他在造口业，漏他自己的福报。我听见了，我不去反驳，我不生气，我默默受了这个委屈，这就是在飞速地消除我自身的业障啊！你只要不把这委屈变成毒药吃进肚子里，不跟他对着跳脚互骂，你身上的气机就是通畅的。你忍下了一次无理取闹，你心里的那颗舍利子就被打磨得更亮了一分。等你把这些烂事、冤枉事、吃亏事全都平心静气地咽下去，并且在心里化解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的面相都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你脸上那些刻薄的苦大仇深的皱纹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看了就觉得安定温暖的慈悲相。这时候连那个原来天天欺负你的人看到你都会觉得心虚，害怕，不敢再造次，这就叫得威。所以这第二种人就是能够在那泥泞不堪的烂事里，在别人泼过来的脏水里种出清净莲花的人。他们绝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照单全收，借着这些吃亏上当的破事，把累生累世的欠账一笔勾销，在这乱糟糟的人际关系里修出了坚不可摧的忍辱舍利。这不仅是自保，这是在给你整个家族挡灾啊！可是啊，人生在世，如果光是躲在家里扫地喝茶，或者在外面默默的挨欺负吃哑巴亏，这福报虽然保住了，积攒下来了，但它还不够大。真正能把这福报的雪球越滚越大，大到能护佑子孙后代几百年长盛不衰的，
还得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三种人。这种人不仅心定，不仅能忍，他还要主动走出去，在这污浊的世俗生活里干一件最了不起的大事。这到底是一件什么事？这第三种人又是怎么在红尘里行大运的呢？这第三种人啊，不仅心定，不仅能忍，他还要主动出击，在这污浊的世俗生活里去走一条世间菩萨道，修出那一颗能光照全家的福报舍利。一听到菩萨这两个字，你们脑子里想的肯定都是庙里那些坐在莲花台上金光闪闪的泥塑木雕，觉得那是高高在上受人磕头烧香的神仙，对不对？你们要晓得，那叫佛像，那是个象征。真正的菩萨根本不是天天坐在庙里享清福的，真正的菩萨道就是让你在这人吃人的世俗生活里，不仅为了自己求个安乐，还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能拔除别人的痛苦，为了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我给你们讲一段咱们老祖宗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这个故事比你们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的那些连续剧要震撼得多。这也是把世间法和菩萨道结合的最好的一段千古佳话。在咱们宋代的时候，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名叫曹彬。曹彬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位看相的高人，这位高人仔仔细细看了曹彬的面相，叹了口气，连连摇头说：曹将军啊，你虽然现在能带兵打仗，可是你这面相生得不好，杀气太重，晚年恐怕不得善终，更别提能有多长寿了。在那个冷兵器时代，你们想想看，当将军的哪个不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哪个不是双手沾满鲜血不得善终？似乎也是将领们逃不掉的宿命。曹彬听了这话，心里也沉重，但他是个明白人，他没有去求神拜佛搞什么法术改命，他把这句话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后来大军要去攻打江南的一座重镇，也就是金陵，曹彬是这支大军的主帅，几十万大军把金陵城团团围住，眼看着城池马上就要被攻破了。在那个年代，你们要知道，城池如果久攻不下，最后被强行打下来，军规往往很难约束住那些杀红了眼的士兵，经常会发生惨绝人寰的屠城。一旦屠城，那金陵城里的老弱妇孺几百万的生灵全都要遭殃啊！那可是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就在破城的前夕，眼看着马上就要立下盖世奇功了，曹彬这位大元帅突然一下子病倒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直接卧床不起，连水都喝不进去了。这一下手底下的将领们全都慌了神，纷纷跑到大帐里来探望。将领们急得团团转，围在床边问：大帅，您这是怎么了？马上就要破城了，这泼天的战功就在眼前，您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倒下啊！要找什么好大夫，用什么好餐好药，您尽管吩咐。这时候曹彬躺在病榻上，看着满屋子杀气腾腾，满眼放着贪婪光芒的将军们，虚弱但却无比坚定地说：我这个病啊，不是身体上的病，什么大夫都看不好，什么灵丹妙药都没用。你们要是真想让我活命，只有一个办法。将领们齐声说：大帅您吩咐，刀山火海我们都在所不辞。曹彬猛地坐起来，死死盯着他们说：我只求你们一件事，你们所有人现在就给我当着天地的面发个毒誓，等咱们的大军打进金陵城，绝不滥杀一个无辜的百姓，绝不抢掠一分一毫的民财。只要你们肯发这个毒誓，不造这天大的杀孽，我这病立马就能好。
将领们一听全愣住了，他们本以为进城后能大捞一笔，大杀一通，好回去老婆孩子热炕头，可看到主帅宁可拿自己的命来赌，他们全都被这种悲天悯人的气魄给彻底镇住了。于是所有将领当场跪下，流着眼泪焚香发了毒誓。第二天金陵城破，几十万大军开进城里，军纪严明，秋毫无犯。金陵城里的100万百姓连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保全了身家性命，而曹彬将军的病也真的就在第二天不治而愈了。你们想想看，这是什么境界？这就叫世间的活菩萨。后来当年那位看相的高人又见到了曹彬这一剑，高人大惊失色，连连后退，指着曹彬说：哎呀，曹将军，你这几年到底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善事啊？你的面相全变了，以前的凶相戾气一扫而空，现在是满脸的慈悲相，金光照体。你不仅能长寿，而且必得善终，你的子孙后代也必然极度显贵。果不其然，曹彬后来安享晚年，活到了极高的岁数，无疾而终。他的子孙后代里出了无数的高官显贵，甚至还出了一位一代贤后。曹家在整个宋朝长盛不衰，富贵了足足几百年。我今天给你们讲这个故事，你们千万别当成是在听评书，这个道理很简单，佛法讲得清清楚楚，这就叫相由心生，这就叫福由心造。曹彬手里握着能决定100万人生死的刀把子，但他没有动杀心，而是把手里的屠刀化成了渡人的法船。他用一己之力放下了个人的贪欲和战功，保全了100万生灵。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菩萨道吗？这难道不是在他心里结出了一颗最耀眼的福报舍利吗？老哥们，老姐妹们，听到这里，你们可能会拍着大腿叹气说：哎呀，南师啊，您讲的这个曹彬太伟大了，可是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连个切菜刀都拿不稳了，咱们哪有那个权力去救一座城啊？咱们就是想去当菩萨，也没那个本钱啊。我告诉你们，千万别小看自己，菩萨道根本不是让你非得去干什么惊天动地名垂青史的大事，就在你每天过的这平头老百姓的日子里，处处都是你行菩萨道积大福报的道场。你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的生活，你在小区里遛弯，手里提着刚买的菜，突然迎面跑过来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他跑得太急，一不小心撞了你一下，把你手里的西红柿撞掉了一地。这个时候如果是普通人，肯定立马火冒三丈，一把扯住那小伙子的衣服大骂：你没长眼睛啊，赶着去投胎吗？赔钱，今天不赔钱你别想走。你要是这么干，那小伙子这一天算是白干了。他心里委屈憋愤，可能因为超时还要被罚款，他一家老小的饭钱就没着落了。你图了一时嘴痛快，却在无形中结下了一个大恶缘。但如果你是这第三种人，你心里有菩萨道，你会怎么做？你看着那个吓得满头大汗，连连鞠躬道歉，为了碎银几两拼命的年轻人，你把到了嘴边的骂人话咽下去，你不仅不为难他，你还摆摆手，笑眯眯地说一句：没关系，小伙子，菜掉了我捡起来洗洗还能吃，你慢点跑，别着急，注意安全啊。我告诉你们，你这一句宽容的话，可能就免了他一天的眼泪，可能就挽救了他崩溃的边缘。你这一份包容，就是你在这世间行的菩萨道。那散落一地的西红柿，就是你为子孙后代铺下的金砖。咱们再看看家里头，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总喜欢给儿孙留东西，拼命的攒钱，
自己连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买，剩菜剩饭热了吃，吃了热就想给儿子留套好学区房，想给孙子留个大红包。可是你们要晓得，钱财这种东西，咱们老祖宗说得好，叫五家共有。什么是五家？水灾、火灾、盗贼、贪官，还有不孝子孙，这五家随时都能把你那点钱拿走。你留的钱再多，子孙要是没福报，一夜之间就能给你败个精光。你留钱不如给子孙留德。当你不再只是为了自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而是处处能体谅别人，不给周围的人添堵。儿女下班回来累得瘫在沙发上，你不去指责他们怎么不陪你聊天，怎么不做家务，而是默默地端上一碗热汤，说一句孩子们辛苦了，你这就叫在家庭里行菩萨道。你用你身上的这股善气去滋养你那颗内在的福报舍利，它会发光。这光虽然肉眼看不到，但它是你身上的福气和贵气，这就叫修善业，这就叫积福报。有这样一个处处为善的老人正在家里，这个家族的后代心胸怎么可能不宽广，家业怎么可能不兴旺？你看，懂得收心的人保住了清净，懂得忍辱的人挡住了灾祸，懂得行善的人滚大了福报。按理说，这第三种人把日子过到这个份上，已经是极其圆满了，应该能太太平平地过完这一生了。可是老天爷的规律是铁面无私的，人活在这世上，生老病死这四大关卡是谁也逃不掉的。你想想看，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就算你平时做了一辈子的大善人，到了七老八十，这身上的零件该老化还是得老化。当有一天真躺在病床上了，那个身体上的疼那个面对两眼一摸黑，不知道死后去哪里的害怕，光靠平时积德行善，能彻底挡得住心里的恐惧吗？挡不住的。这个时候你的心还是会慌，还是会乱，想要彻底跨过这道生死的大关，面对病痛和无常还能把心安得如如不动，这就需要咱们今天讲的第四种人了。我告诉你们，这第四种人不仅有定力，能忍辱，有福报，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了看透宇宙人生本来面目的终极智慧。这种人修出来的，咱们老祖宗管他叫法身舍利。大家一听到法身舍利这四个字，可能又要连连摆手了。哎呀，难师这听着太高深了，这肯定得是那些能把厚厚的经书倒背如流的高僧大德才能修出来的吧？我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经书也念不通顺，我怎么修这个法身舍利你们要晓得，这是大家对佛法最大的误解。佛法讲得很清楚，所谓的法界绝不仅仅是指写在纸上的那些黑底白字的经文，真正的法是宇宙的规律，是人生的真相。什么是真相？就是万事万物皆是因缘和合而生，皆是无常变化，这就是因果，这就是生灭。你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60、70岁的人了，这几十年里你什么没见过？你看着当年那些风光无限耀武扬威的人，可能一夜之间就落魄了。你看着那些年轻力壮天天在酒桌上吹牛的人，可能一场疾病就走在了你前面。你为了儿女操碎了心，省吃俭用把他们拉扯大，结果他们成家立业了，拍拍屁股飞得远远的，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面。这一切的起起落落，人走茶凉，悲欢离合，其实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大藏经这就是在给你演说无常和因果的法身舍利。如果你经历了这大半辈子的风雨，到了晚年
依然天天坐在家里抱怨，哎呀，老天爷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年轻的时候吃了那么多苦，凭什么现在老了还要得这个高血压糖尿病，我为儿子付出了那么多，他怎么就不懂事呢？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心里还有这一口怨气，只要你还看不穿这些得失，哪怕你把经书念破了嘴皮子，你也只是在咬文嚼字，你根本没有摸到法身舍利的门边。真正的深明真理是什么？就是有一天你坐在轮椅上，或者你躺在病床上，你突然想通了，释怀了。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明白了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借来的，早晚要还给天地。你明白了儿女也是因缘聚散，缘分深浅都有定数，你不怨天不尤人，对过去的遗憾不纠结，对未来的生死不恐惧，你把这颗心安安稳稳地放在了当下。但如果仅仅是自己想通了，那还不够，这只能叫独善其身。这第四种人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凝聚出璀璨的法身舍利，是因为他们还做了一件事，传播智慧。怎么传播？难道是让你剃个光头跑到大街上去给人讲经说法吗？当然不是，就是把你这份通透，这份豁达化作平常生活里的一言一行，去点醒，去安抚你身边那些还在痛苦里苦苦挣扎的人。你们想一想这样的场景，你吃过晚饭在小区里散步，看到你那位几十年的老邻居老姐妹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抹眼泪，你走过去一问，又是为了儿媳妇不给她好脸色看，或者儿子又跟她顶嘴了，她哭得捶胸顿足，觉得活着都没意思了。这个时候很多不懂道理的老太太会怎么劝？肯定会跟着一起骂，就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真是不孝顺白眼狼，你真是命苦啊。这叫什么？这叫火上浇油，这叫跟着一起造恶业。可是如果你是这第四种人，你深明真理，你绝不会跟着他一起去抱怨，你会挨着他坐下来，轻轻拍拍他的手，用最朴实的大白话开导他。老姐姐啊，别哭了，咱们活到这个岁数，你得认清一个理儿，子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有他们的因果和路要走，咱们把他们养大，这做父母的责任就已经尽完了。这剩下的日子是你自己的，你天天生气，气坏了身体，最后受罪的还是你自己啊！放下吧，把心放宽点，身体硬朗比什么都强。你看，你没有引用一句高深的佛经，但你说的每一个字全都是最了不起的佛法。你用你的通透化解了他心里的嗔恨和悲伤，当他听了你的话，擦干了眼泪，心里透进了一丝亮光，放下了那股怨气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就在这一刻，你就是在讲经说法，你就是在传播智慧。咱们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你走在马路上，或者看看家里的晚辈，现在的年轻人都活成什么样了？一个个愁眉苦脸，天天捧着个手机看各种吓人的消息，为了车贷、房贷、工作升迁，焦虑的连觉都睡不着。年纪轻轻的就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甚至动不动就得了抑郁症。他们被这个充满欲望的物质社会逼得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如果你看到家里的小辈这么焦虑，你能走过去递给他一杯温水，笑眯眯地跟他说，孩子啊，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老祖宗早就说过，万事都有个定数，你只要尽了人事，这结果就听天命。你就算急出了一身病，这地球不还是照样转吗？把心放平，
好好睡一觉，天塌不下来，你这几句温言软语可能就让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了，可能就避免了他因为极度焦虑而去走极端。你用你一辈子的阅历和看破红尘的豁达，给这些在迷茫中乱撞的年轻人点亮了一盏心灯。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间最高级的布施不是给别人多少钱，而是法布施和无畏布施。你用你的智慧让别人不再迷惑，这叫法布施；你用你的从容让别人不再恐惧，这叫无畏布施。当你不再是一个整天充满戾气和抱怨的老人，而变成了一个满身祥和，只要一走近你就让人觉得安心的长者，你本身就是一枚活生生的法身舍利。你没有把经书带在身上，但你把真理活成了你的样子，这才是真正的把老祖宗的学问落在了世间。可是说起容易做起难啊，道理听起来是挺解渴的，大家都觉得心里亮堂了，但是真到了刀压在脖子上的时候，也就是咱们晚年突然遇到大病大灾，或者家里出了跨不过去的坎儿时，光靠平时听几句道理，那是绝对扛不住的。你想想看，当你在医院里，医生拿着一张冷冰冰的检查报告，把你家属叫到门外嘀咕半天，然后家属红着眼睛进来，或者医生干脆直接告诉你得了绝症，只剩下几个月时间的时候，谁的腿不打软，谁的心不发慌。遇到这种晴天霹雳的事，90%以上的人第一反应就是彻底崩溃，接着就是满天神佛地抱怨，哎呀，老天爷啊，我这辈子没干过缺德事，没杀过生，我怎么就得了这个绝症啊？隔壁那个老李吃喝嫖赌抽，脾气还那么坏，他怎么就活得好好的？这不公平啊！我告诉你们，一旦你起了这个念头，你心里的气机瞬间就全乱了。你不仅身体的免疫力哗的一下全垮了，连你整个家庭的福报也跟着开始大漏特漏。面对这种生死大难，咱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转念？怎么在这绝境里把咱们前面讲的那些舍利接出来自保？我给你们讲一个咱们身边真真实实发生的事，你们听懂了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有这么一位老先生，咱们就叫他老王吧。刚退休没几年，本来想着带带小孙子，每天去公园下下棋，安享晚年。结果有一回体检查出来是绝症，而且是晚期，医生摇摇头说没多少日子了，准备后事吧。老王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也懵了，脑子里嗡嗡作响。但他平时是个明白人，懂得一点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因果学问。他在病房里哭坐了一整夜，看着窗外的路灯，他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去骂老天爷不长眼，他把心硬生生地收了回来，用了咱们前面讲的回光返照的功夫，他心里明白这个道理很简单，因果业力它是几辈子结下来的网，这世上的病没有平白无故得的。今天这病找上门，这是我该还的债，我抱怨没有用，恐惧也没有用，我得稳住。他这一稳，首先就把心里的自信舍利给护住了，没让他被恐惧和嗔恨给打碎。住院之后，老王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化疗放疗折腾得他疼起来的时候，大汗淋漓，连气都喘不匀。但他看着床边急得直掉眼泪的儿子和满脸愁容眼圈发黑的儿媳妇，他没有像有些老人那样仗着自己生病了就拼命折腾儿女。有些老人一得重病性情大变，一会儿要吃陈东的包子，一会儿要喝晨曦的粥，半夜稍微有点不舒服就把全家人折腾起来一通骂。老王不仅没折腾，
他反而在忍着剧痛的时候还勉强挤出笑脸，对儿子说，你们明天该上班去上班，该管孩子去管孩子，别为了我把工作丢了，把家搞散了。医院里有护士，我能挺住。不仅如此，他看旁边病床的一个年轻病友，因为得病天天发脾气，摔杯子骂护士，老王还经常去宽慰那个年轻人，小伙子别怕，路是一步步走的，你心态好了，不发火，这药才管用。你想想看，自己半条命都没了，还在替儿女着想，还在宽慰素不相识的病友。老王这就是在病房里，在病痛中走他自己的菩萨道啊，他把福报散了出去，让病房里的气场都变得平和了。到了最后那几天，老王知道自己时间到了，他把儿子、儿媳妇和刚上小学的小孙子叫到床前，他没有哭着喊着说我不想死，也没有交代什么存折密码，房产证在哪。他拉着小孙子的手，乐呵呵地说，爷爷啊，就像是一件穿破了的旧衣服，现在这衣服不能穿了，爷爷得脱下来换个地方去了，你们谁都不许哭，咱们家要和和气气的，你们以后只要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爷爷在天上看着你们，咱们家一定会好好的交代完这些话。老王没过几天就安详地走了，他走的时候面色非常平静，没有半点狰狞。你们要晓得，老王临终前留给子孙的这番话，就是他这辈子修出来的最珍贵的法身舍利。他用自己的死给儿女上了一堂最深刻的课，让他们不再恐惧死亡，让他们懂得了如何坦荡地面对人生。老朋友们，咱们听完老王的故事，必须得落到自己身上。如果咱们以后也遇到这种病痛，或者家里遇到大麻烦，破了大财，到底该怎么实操呢？我教给你们3个最实在的保命救命的招数。第一招，遇到绝境立刻闭嘴，当作给自己穿上了校服。佛法讲得很清楚，修行要靠戒定慧。这个戒是什么意思？有个很接地气的比喻，戒律啊，就像是咱们小孩子上学天天穿的校服。为什么学校要规定穿校服？因为穿了校服，你就没法去比较谁穿的是名牌，谁穿的是破烂，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没有自卑，大家才能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这在咱们生活里是一模一样的。当你得了大病，或者家里突遭横祸，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戒这件校服穿上。怎么穿？就是立刻闭嘴，千万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不要去想为什么隔壁老王天天抽烟喝酒，身体那么好，我就这么倒霉。你一比较，你的嗔恨心就出来了，你的怨气就喷出来了，你一开口抱怨，你的能量就开始狂漏。你要把嘴闭死，把那些恶念硬生生地掐断在肚子里。你不说话，你的气机就不乱，气机不乱，你的心就能慢慢定下来，这就叫持戒。这就是在逆境中给自己穿上的第一层金钟罩。第二招，停止抱怨，用微笑立刻止住家运的损耗。我告诉你们，家里如果有一个人生了重病，整个家庭的磁场都会发生巨变，这叫一人生病，全家生病。如果你整天躺在病床上唉声叹气，骂儿女照顾得不周到，嫌弃老伴熬的粥太烫，你散发出来的全都是负能量黑气。儿女在外面工作本来就压力大，回到医院还要受你的气，他们心力交瘁，这工作怎么干得好？孙子在家怎么能安心学习？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不仅病没好，还把整个家的家运都给拖垮了。你要明白，这个时候你就是在借假修真。这个生病的身体是假的，它早晚要坏，
你要借着这个生病的身体来修你心里那个真的慈悲。你咬咬牙，忍着疼，对照顾你的老伴说一句你辛苦了，对跑前跑后的儿女笑一笑。你这一个微笑不仅能化解你身上的痛苦，还能瞬间把病房里压抑的气场给拨开，家属心里一暖，这股好风水就保住了。这就叫在绝境里给你的家族止损。第三招，留下通透的法身舍利，绝不留一笔糊涂账。每个人都会老，都会走，这是天地间最公平的事。你到了晚年，一定要把生死看透，不要整天去想我死了以后他们怎么过，也不要仅仅攥着存折害怕死亡。你要像刚才那个老王那样，趁着脑子还清醒，把对人生的看破，对家人的祝福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你要告诉后辈，生死是自然规律，让他们不要过度悲伤，要好好过日子，遇到难处要互相帮衬。你把这种豁达的念头种在子孙的心里，这就是你留给他们最大的财富。有这样一个通透的老人正在家里，这个家族的后代心胸怎么可能不宽广？遇到困难怎么可能过不去？家业怎么可能不兴旺？你看，修行根本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就在你每一次想发火却忍住的闭嘴里，就在你病痛缠身却依然体谅他人的微笑里，就在你面对生死依然从容不迫的眼神里。只要照着这三招去做，哪怕是绝境，你也能硬生生地趟出一条大路来。好了，这4种人和这救命的3招，老人家我算是给你们掰开揉碎地讲完了。可是啊，我知道你们上了岁数，记性不好了，听的时候连连点头，觉得心里亮堂，可是睡一觉转个身，可能就把我今天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我最后再跟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你们打死也要记住，这几步你们必须要照着做。第一，从今天起别再往外瞎跑，去求什么发光的舍利子、名贵的风水摆件了，把你那双天天盯着儿女挑刺、盯着老伴找茬的眼睛赶紧收回来。遇到事情先关照自己的内心，把脾气压下来，把家里的火药味给彻底散掉，别再当那个漏符的活阎王，这叫修你的自信舍利。第二，遇到倒霉事、吃亏受气的事，千万别暴跳如雷。你们要晓得，这是老天爷在借着烂事帮你消业障，你在心里把它当成还债，心平气和地忍下来，这叫逆增上缘。你越吃亏，身上积攒的福报就越厚。第三，别光顾着给儿孙死抠硬省的攒钱，钱是5家共有，你守不住的，多给他们留点德。在平时过日子的时候，把心放宽，对别人多一份体谅，多一点微笑，哪怕是对送外卖的小伙子、扫大街的清洁工，也要和颜悦色，不去占别人的便宜，不给别人添堵，这叫在世俗里修菩萨道，这福报才能真正传给子孙，保你们家几百年兴旺。第四，万一真遇到生老病死，心千万别乱。你活了大半辈子，要把生死看透，看明白这因缘果报的自然规律，自己不害怕，还能用大白话去宽慰身边焦虑的年轻人和愁苦的老姐妹。这就是在给世人留下一颗光芒万丈的法身舍利。要是万一的万一，真遇到绝境或者大病落到了自己头上，记住那救命的3招。第一步，立刻闭嘴，别去抱怨老天爷不公平，别和健康的人瞎比，这就是给自己穿上了戒律的保命校服。第二步，停止叹气呻吟，
给照顾你的老伴和儿女一个笑脸，忍着疼也要笑，这能瞬间止住家运的漏损。第三步，把生死看淡，给晚辈留个通透的背影，交代全家和睦，绝不留一笔怨恨的糊涂账。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世间最大的风水根本不在你家祖坟上，也不在什么名山大川的风水宝地里，它就在咱们自己这颗心里头啊。你心安了，这天下处处都是你的福地；你心乱了，你就算天天睡在金山银山上，也是日夜做噩梦。真正想要改变晚年的命运，改变家族的气数，靠的从来不是求神仙显灵，而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脾气，改你的行为，去种下清净的好因果。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拜托大家一件事，你们听完之后，不要光顾着自己心里明白就完事儿了，请大家动动你的手指头，把老人家我今天讲的这篇大白话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老街坊们。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在网上凑个热闹，我告诉你们，你这就是在做大功德。你想想看，你这一转发，可能刚好就让一个天天在家里发脾气、看儿媳妇不顺眼的老太太放下了怨气，保全了他们家的风水，可能刚好就让一个面对绝症吓得整夜睡不着觉的老哥们心里突然亮堂了，不再害怕了。你的一句提醒，就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让你身边的人少造一场业，少走一条弯路，少败一次家运，这就是你在实打实地积福。这就是咱们老祖宗常说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掏心窝子的话对你有点启发，对你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转发都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积福。同时大家一定要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你的善言，你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心安就是好风水，或者打上随缘消旧业，积德护子孙。我告诉你们，文字是有绝对的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当咱们千千万万个老哥们老姐妹在这个地方汇聚起一股清净的善念，这形成的能量场，这股好风水，它的威力不可思议。你今天在这里写下的善言，种下的这颗善种子，它最终一定会带着满满的福气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平平安安，福寿绵长。